抑郁症是造成全球残疾类疾病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大约有10%的成年人被抑郁症所困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疾病，抑郁症比类似高胆固醇等概念更难被理解。其中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在于区分患有抑郁症与只是简单的情绪低落。几乎所有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考试失利被炒鱿鱼，与人发生争执，甚至只是雨天都有可能导致心情低落，有时可能根本就是没来由的消沉，伤感就那么不经意的来袭了。但是渐渐的峰回路转，悲伤的感觉总会慢慢淡去。但是临床上所讲的抑郁症却是另一码事。抑郁症是一种医学上的情绪障碍，它无法靠意志来改变，它会持续至少2周的时间，并且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状态、行为能力以及情感生活。抑郁症有多种不同的症状，情绪低落、对平时的爱好失去以往的兴趣、食欲的改变、自卑或者极度的负罪感、嗜睡或者失眠、无法集中注意力、焦躁或迟钝、浑身乏力或者反复的轻生念头。如果你符合以上所述的5项症状，从精神学的角度讲，便可以被判定为患有抑郁症。不只是行为上的，这些症状，抑郁症还会导致一些脑部的临床表现。首先，有些变化可以通过肉眼以及 X 光检测观察到，其中包括检测出较小的额叶以及海马体大脑的组成部分。从更微观的角度讲，抑郁症与以下几点有关：以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为主的某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异常传递与消耗，生物钟节奏混乱，或是睡眠状况的明显变化，以及荷尔蒙紊乱，例如皮质醇、一种类激素偏高以及甲状腺激素异常。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家始终未能完美诠释导致抑郁症的原因，这可能和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有关，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准确判断这种作用具体的发生机制，并且由于抑郁症的病症发生于无形，我们便很难发现那些正饱受抑郁症困扰的人。根据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数据表示，平均每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需要花至少10年去寻求帮助。但其实目前有很多有效的治疗方法来帮助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配合心理治疗可以促进脑内化学物质的产生，在一些特殊的病例中，甚至电休克疗法及一种像是控制病患大脑进行休克的方法也有一定疗效。另外一些很有潜力的治疗方法，比如经颅磁刺激一种皮层刺激方法，也正在被广泛研究。因此，如果你认识某位正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请鼓励他们从以上的方法中寻求帮助。你甚至可以寻求一些专业治疗师或者请教医生。对于那些患有抑郁症的人来说，迈出这第一步尤为艰难，而且他们不能只靠自己硬撑来克服这个疾病。如果你未曾受到抑郁症的困扰，请不要将他们的痛苦与你平日里的情绪低落进行比较，会使他们为自己的病情感到自责。哪怕只是单纯而诚恳地谈谈抑郁症，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